大家好，欢迎来到 Money Life 美股频道，我是 Ace。最近美股的商业太空板块跌了很多，比如说我自己重仓的 RKLB Rocket Lab 从最高点150跌到现在70多，直接腰斩，而比它跌得多的也是有的。所以呢，今天 Ace 准备出一期视频，来 refresh 一下我曾经做过个股分析的这些商业太空公司，他们哪些值得考虑买入？如果大家去到 Ace 的 Patreon 主页，搜索 Ace 个股分析链接整理，就可以找到这篇免费公开帖子。那么这篇帖子实际上就整理了 Ace 所有相关产业视频，算是一个 cheat list，很容易就能找到你感兴趣的公司。比如说在太空板块有产业链，有 SpaceX 相关的视频，有 RKLB、ASTS 相关的视频，还有其他包括 Redwire、Valsat、Firefly、MDA Space、Voyager、STA、EchoStar、Planet Labs、Black Sky、Intuitive Machine (LUNR) 以及 Iridium (IRDM)。在视频开始之前，还是披露一下持仓。我目前太空板块持有 RKLB 30.5%的仓位，以及9.8%的 SpaceX 的仓位。除此之外呢，我还持有少量的 RKLB 行权价70的卖出看跌期权，行权日期是今年10月。大家感兴趣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 Ace 个人导航网页找到我的公开持仓全景图。当然，也欢迎大家加入会员，可以解锁更多福利，比如说可以知道我所有的股数，我过去几次股数的交易变化等等。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以上 Ace 提到的股票在过去不同的时间段为投资者带来的回报以及波动情况。先来看过去3年的表现。过去3年给投资者带来回报最多的3只股票，分别是 ASTS 1400%的回报，RKLB 1050%的回报，以及 Planet Labs 645%的回报。而如果把时间缩短到过去1年，则有一些不同。仍然排在前3的公司是 PL， 是318%的回报。但是呢，另外2家公司就变了。过去1年给投资者带来最大回报的是 VSAT 366%，而第3的是 EchoStar 201%。我们知道 EchoStar 之所以能够涨这么多，完全是因为它把自己的频谱变卖给了 SpaceX。其实它本身的业务大家都懂，做得很一般，甚至是很差劲。VSAT 呢，虽然没有像 Iridium 那样把自己整个公司都变卖给了 RKLB，也没有像 EchoStar 那样去变卖频谱，但是频谱的价值水涨船高，所以 VSAT 的频谱资源越来越稀缺，它的股价不仅表现强劲，而且表现稳定，回撤非常少。再把时间缩小为 year to date， 2026年，今年迄今为止约半年左右的时间，回报率最高的3只股票分别是刚刚提到的 Iridium 179%，VSAT 101%，以及 Ace 早前也做过个股分析的卫星制造公司 MDA。很显然，这3家公司它们的走势在过去一段时间和其他太空股票形成了分化。它们虽然也有回撤，但是回撤的很少。这里呢，Ace 把3家公司都从该列表剔除，我们就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一个现象。就是2026年5月28号这一天，太空板块众多股票集体到达了顶峰高点。其中 Redwire 204%，Black Sky 175%，Planet Labs 106%，RKLB 112%，Voyager 98%，ASTS 83%。但是今天呢，最高的 Black Sky 都只有40%不到的 year to date 收益，这个波动真的是非常的大。可以看到，其实在1月的时候，收益已经和现在持平了，也就是过去5、6个月太空板块白涨了。结合以上的价格信息，Ace 在这里为大家总结的过去一段时间商业太空板块投资回报的要点就以下几点：第一，
长期来看，比如说把时间拉长到3年、5年的维度，投资回报最高的股票，要么是像 RKLB 这样综合实力强的垂直整合太空公司，要么像 ASTS 这样，虽然它只专注在手机卫星通讯领域，但是这个领域的想象力很大 ，addressable market 很大，尽管它还没有交出实际成绩，市场也给它很高的溢价。第二，让我们吃惊的是，传统卫星通讯公司的涨幅都非常好，不管是 VSAT 还是 IRDM 还是 EchoStar。那么除了 EchoStar 比较不争气以外，VSAT、Iridium 它们的股价走势都实现了一个反转，从最低谷向上翻了好几倍。而第三点，一些其他的商业太空公司，如果高不成低不就，那么市场的波动就会非常大。你比如说 Redwire，虽然它有进行大型的收购，虽然它经常整出各种新闻，但是它的股价最终其实没有给投资者带来想象中期望的回报。所以太空板块还是多样化的，内部还是分化的。这里面有像 MDA 这样的卫星制造公司，有不同的传统卫星通讯公司，有新兴的引人瞩目的 RKLB、ASTS 这样有实力、有想象力的公司。大家要投什么，全凭你们的喜好以及对它估值的判断。接下来呢，Ace 就说一下这张图片里面一些公司最新的近况以及我的投资观点。待会儿 Ace 为大家呈现的自己制作的表格会集中关注 top line， 也就是营收公司的发展增速上。那么其实我先直接告诉大家结论，如果从盈利能力来看，这里面所有10几家公司能够实现 net income， 也就是净利润为正的只有2家，第一家是 RKLB 收购的 Iridium， 而第二家是卫星制造公司 MDA。而这2家公司里面，只有 Iridium 能够为股东分红。可以看到 ，Iridium 从2023年开始为股东分红，分一点点。所以整个商业太空板块能赚钱的公司很少，能分红的寥寥无几。RKLB 收购 Iridium 这样已经能够产生 net income 为股东分红的公司，我自己还是放心的。然后再来看市销率，请注意 Seeking Alpha 这里提供的是 TTM， 也就是 Trailing 12 Months 过去12个月的市销率。待会儿 Ace 会陈述的大部分是 Forward PS， 也就是要么今年底，要么明年底为参考的市销率。不过 trailing 12 months 市销率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对比，在这里我们要以 SPX 为参考 ，SpaceX Seeking Alpha 给到的 trailing 12 months 的市销率是 22.9， 那么比它高的这里所有的公司只有2家。第一家是 RKLB， 是这里所有公司里面市销率最高的 62.73， 然后是 PL 24.68， 剩下的所有公司市销率都是几乎10以下。我也要强调，在这里我把 ASTS 剔除了，因为 ASTS 的市销率有一些打乱这个图片，它的营收实在太低了，导致它的市销率爆高，直接让这个图片没办法 read， 所以呢，直接把它剔除先。大家可能有疑问啊 ，SpaceX 才22.9的 trailing 12 months 市销率，凭什么火箭实验室和 PL 就可以更高呢？目前根据 Ace 的数据，这张表格为大家呈现过多次了。2026年底 ，SpaceX 市销率为50，2027年为32，而 RKLB 呢，目前是46和22，对应的2组数字。所以按照 Forward PS，RKLB 市销率还是要低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最下方 RKLB 现价 versus 目标价依然是正的，说明仍然有潜力。不过我也说过很多次，市销率只是衡量估值的一部分，也要看双方其他的数值。你比如说营收增速，很显然 SpaceX 它的2027年营收相较于2026年，以及2026年相较于2025年，营收增速还是要更胜一筹。这里 RKLB 2027年营收能够到20亿美元，主要就是因为大概率2027年能够计入收购 Iridium 的年度营收的3/4。
所以 RKLB 是典型的未来的估值会比过去的估值低得多、便宜得多的公司，因为它是典型的高成长型公司，而且它现在花重金80亿美元收购了 Iridium，成为继 SpaceX 之后第2家真正的垂直整合商业太空公司。而且对于 RKLB 这样公司的投资，我们也要很关注它的技术图形、它的动量。可以看到图中，这次从151下跌到昨天收盘76.73块，下跌幅度49.1%，这已经超过了前面2次，也就是去年11月以及今年2月的时候下跌幅度。我觉得其实差不多到头了，但是没有人能够预测它什么时候是底。ACE 是在下跌的过程中不断的加仓，那么整个从80到100又回到80这个小山峰的过程中，我都在不同的价位买。那么具体也没有去算到底现在均价多少，但是我告诉大家，目前我在 RKLB 积累的股数已经比较接近在今年上半年巅峰时期的股数峰值了，我自己也是淡定而且比较开心的买。RKLB 内容的最后 ，ACE 将直接回答2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请注意，这是我的个人意见、个人结论，不会去阐述原因。第一点，中国实现完全火箭1级回收，是否会对 Rocket Lab 的竞争力以及股价产生影响？我的答案是不会。第二点，Rocket Lab 至关重要的 Neutron 中子火箭，如果再次 delay 延误到明年，它的股价是否还会再跌？答案是肯定要跌，但是如果它真的再次 delay 延迟，我们不知道当它宣布延迟的时候股价是多少。也就是说，现在虽然股价不到80，但之后有可能股价会上涨，比如说涨到100、120，再往下跌，不一定能跌到现在不到80的价格。所以现在把2者结合起来去预测，我觉得没有办法做到。我希望 Peter Beck 按照他说的那样，能够实现中子2026年4季度首飞，也非常希望看到中子火箭能够尽快发布更多的消息，比如说刚刚才宣布了中子火箭阿基米德引擎真空环境下的全流程测试，但是说实话，这些来的有点太晚了，真的希望能够加把劲，实现2026年中子火箭首飞。很多朋友问我，像 RKLB 这样波动如此大的股票，如何判断加仓减仓的时机呢？说实话，除了 ACE 对股票基本面的熟悉以外，还是要依靠技术图形分析辅助判断，并不是靠感觉的。我现在做技术分析，全在富途 Mumu 技术引擎里完成，真的非常简单实用，可以满足绝大部分投资者的技术分析需求。举个例子啊，我在 Mumu 上给 RKLB 设了一个 MACD 底背离的指标提醒，信号触发的时候，系统直接推送给我，我再去判断要不要加仓，不需要一直盯着屏幕。还有我常常使用的20、60、120 MA 均线也是很重要的信号，信号没来不轻易动，信号来了我再判断。你在这里也可以自由设置 RSI、布林带等各种指标，按你自己的交易系统来。除了上面提到的技术分析，富途 Momo 还提供指标回测功能。RKLB 今年这么大的波动，怎么判断均线金叉这个信号在这只股票上值不值得相信呢？我们可以直接调用回测功能，比如把5日均线上穿20日均线买入，5日均线下穿20日均线卖出这套策略，在 RKLB 过去1年历史行情上跑一遍，几秒钟结果出来，年化收益13.5%，最大回撤5.18%，数字就摆在这里，不是感觉，是历史数据告诉你这套逻辑在这只股票上是否行得通。ACE 邀请大家使用视频下方或者置顶评论区的 Money Your Life 美股频道 Momo 专属开户链接，开户入金。除了可以获得英伟达赠股奖励以外，现在开户入金还有机会获得额外加赠的$30 SK 海力士股票，赶紧行动吧！说完 RKLB， 我们再来谈 Iridium。Iridium 的股价自 RKLB 宣布收购它以来，最高点57，现在回撤到了48.6块左右。那么对于 Iridium 是否具备投资价值这个问题呢 ，ACE 是觉得我不会过于关注，但是可以将它的股价和 RKLB 联动来看待。
现在 Iridium 的股价49，显然是低于 RKLB 收购它的时候的固定价值$54每股的。这就意味着，根据 Ace 在收购分析视频里面提到的对价 collar 机制，可能市场觉得，2027年我对 RKLB 股价感到悲观。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左边这个临界值67.5，只有当 RKLB 的股价低于67.5，Iridium 的合理收购对价才会小于54。那么现在已经小于54了，但是 RKLB 的价格是在67.5的上方。从这个角度看，似乎存在一些买入 Iridium 套利的空间。但是我们也确实不知道 RKLB 会不会继续跌破67.5，对吧？所以大家如果想去做套利，一定要控制好风险，要谨慎。而关于 Iridium 这家公司的介绍，不管是个股分析还是收购分析的视频中，我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基本上71%的营收来自商业，29%来自政府，商业27%来自语音和数据，21%来自 IoT 物联网，这是最主要的2块收入。为什么又要介绍它呢？因为另一家公司 VSAT，它的业务也是类似的。Velsat 在过去几年，它的主要营收几乎占70%左右，还是以通讯服务为主。但是 Velsat 受到 SpaceX 冲击特别大。你比如说 Aviation Service， 也就是飞机上的通讯服务，是不是很多都被 Starlink 抢占了呢？而它真正赚钱稳定的业务，其实目前大部分是国防和科技业务，目前占比约为营收的30%。其实 Velsat 的公司能够实现反转，还是整个商业卫星大环境很好，以及频谱越来越值钱，和它的基本面，说实话没有100%的 correlation 正相关的关系。所以你手上有各种牌，只要有一张牌闪闪发光，那么你的股价就可以实现反转。我在过去多次提到 VSAT 是我认为在太空板块综合来讲不是说某一个方面，综合从投资体验、从公司的投资稳定性、风险、收益、回报等等综合来看，仅次于 SpaceX 以及 RKLB 的公司。自从它突破10块这个区间以来，就一直往上涨。那么最大的一次回撤就是出现在6月，从高点接近90回撤到60，然后呢，它又飞涨到了90，现在又回撤到70，目前盘前的价格是68左右。我目前的投资观点还是一样，如果你对商业太空板块感兴趣，但是觉得自己能够承担的风险有限，不愿意去投资 SpaceX 或者像 RKLB 这样的高波动股票，那么 VSAT 可能是你的最佳选择之一。刚好现在股价回撤，如果你有很多现金仓位，或者是你对这家公司感兴趣，不妨去看一下 Ace 的介绍视频，然后可以考虑目前均价在20以及60 MA 均线附近的价格。聊完了以上的公司，接下来我们来看 PL 和 BKSY 这2家公司。Ace 在做个股分析的时候是放在一起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做地球成像业务的。这2家公司的分化其实有一些明显了。我这里把2026年1季度的数据加进去，可以看到荧光色的 Planet Labs， 它的营收这个柱子的高度往上直直的45度，基本上是2点钟到3点钟的方向，趋势非常好。但是黑天科技了 Black Sky，它的营收有点上上下下不稳定，好像在过去2年都没有形成明显的上升趋势，所以从 top line 营收来讲，和我当初分析他们时候一样， Black Sky 黑天科技略逊一筹。但是我们不能只谈营收不谈估值，对吧？有的人说这是耍流氓，我也同意。所以呢，我也更新了这一张在 PL 以及 BKSY 个股分析中呈现过的表格，只是现在我将2026年营收的预估以及之后的年复合增长率还有市销率做了更新。同时呢，这里大家还看到了 RKLB， 就是为了做一个对比。有了 RKLB 作为对比，大家更能直观的体会到要不要去投资像 PL 或者 BKSY 这样的公司。其实在我做个股分析之后，不管是 PL 还是 BKSY， 他们的股价表现都非常非常好，一路疯涨，风光盖过 RKLB， 尽管现在回撤也很痛啊。
那么当时我的观点就是，BKSY 它在过去5年，2021年到2026年年复合营收增长率有33%，其实还高过27%的 Planet Labs。但是呢，它的2026年 Forward PS 市销率只有9.1，相比较现在 PL 还有30.1，所以我现在的观点和个股分析还是一样。我认为从估值的角度去看，BKSY 更具备投资的价值。我什么都没有投资，因为这两家公司我觉得护城河不符合我心里投资他们的要求，护城河还是窄了一些。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做地球成像，有的朋友说地球成像不仅是技术，也有多年的线性图像积累，我觉得这没错，但是就是不很让我放心。相比较之下，我们或者说我个人重仓的 RKLB，它的5年复合增长率是73%，非常高，但是相对应的它的市销率也非常的高。之所以把年复合增长率和市销率放在一起，就是因为你年复合增长率营收快，你可以享受对应的高市销率估值，否则的话就不行。如果错位了，显然不好。这也是为什么我在 PL 它的估值比现在30.1的市销率高得多得多。5月底高潮的时候，一直提醒大家可以适度止盈，可以适度止盈，因为实在是太贵了。现在的价格和观点还是一样，可以去考虑 BKSY，但是 PL 依然要慎重。然后我们再来看另一家公司 Redwire， 这是一家我从个股分析就觉得一般般，到后来我投资做一些期权的投资也是浮亏，后来它股价回弹，浮亏减少，我就立即平仓了公司，我真的是对它没有信心。Redwire， 对，可以看到我在这里为大家更新了过去几个季度的营收，很明确嘛，1-2年前2024年一季度它的营收来到一个高点。随后呢就下跌好几个季度，直到2025年4季度又来得一高点，但是2026年一季度又下跌，而且这是发生在它重金收购 Edge Autonomy 这家公司之后，所以收购后的表现，我个人根据历史数据啊，我没有说未来它一定不会发展怎么样，我觉得目前我不满意。而不仅营收不满意，从盈利能力来看，它的 net income 净亏损也是相当的糟糕。本来做个股分析的时候，2024年净亏损可能我觉得已经持续扩大了，但是最近几个季度它的绝对净亏损还在扩大。当然了，也是因为它收购 Edge Autonomy 之后，它的体量变大了。还有就是 Redwire 背后它有一个资本，这个我在个股分析都说过，大家要特别注意背后资本机构私募这些操作，我觉得是挺乱的，我自己没有能力去把握吧，所以我也不选择投资这样的公司。下一家公司我们来看 Intuitive Machine LUNR， 有一说一啊，整个商业太空板块论跌幅，从最高点最近到低点，现在Intuitive Machine 的跌幅是真够夸张的，最高46，现在15，跌了接近70%，比 RKLB 50%还要惨20%，而且上次回弹之后，很快就跌破了上次18这个重要的节点。不知道底在哪里啊，真的是看不到底。公司基本面如何呢？Is 简单为大家说一下。在个股分析的时候，我已经提到了 Intuitive Machine， 他们决定收购一家很大的公司，叫做 Lanteris。所以呢，收购之后，这家公司的基本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至少从营收层面来讲啊。我们看到2025年全年公司主要营收呢，前面这4行都是来自 NASA 占比85%，但是现在呢，2026年一季度收购 Lanteris 之后，它的整体营收暴增了。从2025年，比如说第一个季度63，第4个季度45，一下子到了单季度2026年第一个季度的187。与此同时呢 ，NASA 收入占比骤降到了36%。我觉得收购 Lanteris 对于 Intuitive Machine 从财务数据上来看是好的 ，NASA 的倚重程度降低了，而且自己总的营收能力也大大提高到了另一个台阶。但与此同时呢，你比如说之前我做过一个小的波段，想去参与一下它是否能够获得 NASA LTV 月球地形车新的最终落地的项目，结果它在3选2的过程中居然落选了，让我非常的失望。
目前我对于 Intuitive Machine 的投资还是没有特别的想法。屏幕前的你们，我知道可能有些朋友对它感兴趣啊，但是月球经济似乎火了一下又降下去了，投资 Intuitive Machine 还是要谨慎一点。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MDA 这家卫星制造公司。我看了一下它最新一季度2026年一季度财报，还是那4个字：稳扎稳打。刚刚已经提到了 ，MDA 是以上所有公司里面除了 Iridium 以外 net income 能够做到正的公司。然后呢，它2026年一季度营收相较于去年同期是增长了32%，我觉得是相当不错。以上视频的内容 Ace 提到了这张图片里面大部分公司，但是有几家还没有提到。你比如说 EchoStar， 你比如说 ASTS 以及 Voyager。那么 EchoStar 呢，我真的是不想去关注了，非常让我失望。我也向大家承认了错误，2026年1月1日开始的投资是错的，也在它120的时候全部卖出了，没有再顽固的去坚持。而 AST SpaceMobile Ace 的观点一向是比较负面的，这只股票很多二级投资者去捧它，去觉得它很有未来，我能够理解。从股票 momentum 投资的角度，可以去参与，它低点了，可以去尝试，但是因为中长期对于 SpaceX 带来的竞争 ，Ace 并没有信心，所以呢，最近我没有去关注它，也决定不去投资它，甚至一度做空它，但是做空还是有难度，我只赚到了一点点钱，没有坚持到现在的跌幅。Voyager 商业空间站最近的发展速度，我觉得一般吧，好像不如其他一些竞标的公司，但是其他公司还没有上市，所以大家可能关注的新闻比较少。那么，综上所有的信息，结合股价，结合估值，Ace 的观点可能大家也猜到了，并没有什么新的观点。我自己最想去投资的，除了持仓的 SpaceX 以及 RKLB 以外呢，可能还是想去考虑一下 VSAT，但是现在确实没有仓位。那么目前还是想集中仓位去加仓 SpaceX 以及 RKLB。另外 Black Sky 我也提到，是我除了这3家公司里面，可能觉得它有一些投资潜力，有一些价值洼地的地方。投资有风险，希望大家能够结合自己对于商业太空的理解，结合今天 Ace 为大家提供的过去股价的信息、估值的信息，做出你们自己的判断。感谢你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